哆啦 A 梦相信是不少80、90后的童年回忆，它也构建了我们大多数人关于日本民居的最初印象。本期视频就让我们通过这套大熊家的模型来全面的看一下日本的一户建、中日传统民居的巨大差异以及大熊的日常。先看模型比例，那我们手上的这套积木是来自 Kplay 家的套装，也是获得了哆啦 A 梦的正版授权，包括积木设计本身也是参照的官方图纸。模型宽34.5厘米，深46厘米，同时经过对所有房间尺寸的测量，可以算出房屋内2层的总面积是1100平方厘米。根据网上查到的比较普遍的大熊家150平米的实际面积来计算，这套积木模型相对于原型大概是1:37的比例。套装中包含的人仔，其中熊爸高4.8厘米，按这个比例算下来，熊爸的身高相当于1.77米。考虑到卡通人物的脑袋都做得比较大，所以这个比例整体也是准确的。那这套模型确实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日本一户建民居的样式。首先进门这里是常见的下沉式玄关，当然实际上它并不是真的下沉，而是把整个房屋的其他部分抬高，然后铺上地板。传统的日本民居通常会抬高大概30到40厘米，一方面隔开地面湿气，同时也对干净的室内和不干净的室外进行空间上的分隔，以及赋予回家的仪式感。整个房屋的另外4个门也都可以看到上台阶的设计。为了方便入户，进门这里分了2次抬高，其中开门这里抬高了1次，玄关这里抬高了1次。进门后的左手边也就是会客室，主要就是2个沙发，中间1个茶几。设备方面，除了角落柜子上的一套音响，其他基本就没有什么了。再往前走就到了起居室，也是熊爸熊妈的房间，中间1张矮桌，角落1台电视，和原作也是完全一致的。矮桌上还还原了原作中的美食桌布。另外边上的梳妆台可以打开关闭，模型这里还原的是打开后的样子。在这个房间，我们可以看到中日民居以及相应风俗习惯的巨大差异。在唐代及以前，中国人普遍也是席地而坐。日本在受到中国文化影响以后，也逐渐形成了居住空间中的低床低基的家具风格，并一直沿用至今。日常把矮桌收掉，那熊爸熊妈睡觉也是在这里，也就是说这个房间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主卧。这点和中国的前堂后寝，尤其是长辈通常居住在私密性比较强的北屋，也就是正房这种强调尊卑礼节、内外有别的布局思路就有显著的区别了。而起居室和院子之间采用推拉门，也是日式房屋中常见的帐子进行空间上的分隔，也进一步体现了这种开放的空间布局思想。起居室的对门是卫生间，可以看到这里采用了3分离的设计，也就是洗澡、洗脸和上厕所3个区域是分开的。另外洗衣机也是在这里。再往前走，在楼梯下的壁橱里面可以看到哆啦 A 梦最害怕的老鼠。由于日常饮食一般比较清淡少油烟，厨房和餐厅被整合在了房屋的尽头，同时也是整个建筑中最大的一个房间。另外从餐桌上的报纸来看，熊爸日常应该比较忙。走上楼梯来到2楼，这里就是大熊的房间了。整体布置和原型也是完全一致的，书桌、书橱、壁橱。这里同样没有床，大熊平时也是睡在地上。这个房间的彩蛋非常多，首先地上的一张0分试卷错题打勾，这个和咱们也是正好相反的。书桌上有一片记忆面包，特别细节的就是上面的数字是反的，并不是印错了，而是因为上面的数字是把它盖在书上得到的，所以是反的。打开抽屉，我们就可以看到里面的时光机了。另外壁橱里有整个房子里面唯一一张看上去像床的睡觉的地方，也就是哆啦 A 梦的壁橱。在两边各有一个小空间，其中一个是走廊上的壁橱，而另一个没有任何的开门。那有玩家知道它的用途吗？回到整个建筑，和中国传统民居比较有代表性的、秩序性极强的合院的围合型空间不同，日本则习惯以居住建筑为中心，外围环绕庭院，形成一种发散式的空间布局。而室内和室外则是采用帐子进行分隔。另外，在所有屋檐两侧的下方都可以看到一根排水管，下雨的时候雨水会汇集到这些管道里，设计师也是通过模型为我们还原出了这个细节。此外，在很多窗户的边上还可以看到这种木质的推拉护窗板，也是日本一户建比较常见的设计，主要是防盗的作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用来隔光和保护窗户。不过整个建筑的4个面只有2个面的窗户设计了护窗板。在院子的一角，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杂物间，里面有一只小熊，也是大熊奶奶送给大熊的礼物。大熊的家呢是在东京的练马区，这个区大部分的土地都是住宅，也是比较适合享受安静生活的一个片区。我们查了一下房价，大概是每平米46万日元，大概相当于2.3万人民币。那这样的一套一户建，在你们家那里需要多少钱呢？这款套装一共包含5个灯光键，另外也是采用了可以打开的这种结构。整个建筑拆分起来也是非常方便，包括前后拆分、屋顶、2楼，并且还可以向两侧打开。除了4个人仔以外，几乎所有有图案的地方也都是印刷件，
贴纸只有这样的一小张，彩盒非常大，非常沉，里面包括2个零件分盒，所有的零件一共分成了43个零件分包，13个大步骤。拼打手册2本，总厚度接近2厘米，一共包括1058步。因为是2本手册，并且采用模块化，所以也可以支持几个人同时来拼。手册的步骤还是非常清晰的，图示比例大小也很合适，不过并没有对 IP 的任何介绍，也是有点遗憾。好啦，本期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见，拜拜。